提到王一博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舞台上的冷感少年，镜头前寡言却锋利的存在。但如果把时间往回拉，你会发现他真正的性格底色，早在少年时期就已经被户外悄然塑造。王一博从小就对室外活动有着近乎本能的偏爱，与其坐在教室里听长时间的讲解，他更愿意奔跑、骑行、流汗，在真实的空间中感知身体的极限。那种风吹过耳边，心跳加速的感觉，是他理解世界的第一种方式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全面优秀的孩子。在早期评价体系里，他甚至被贴上只擅长某一项能力的标签。但正是户外运动，让他学会了一个重要的道理：身体的专注也是专注，行动的坚持也是一种天赋。在成长过程中，王一博并非一路被看好。相反，他的少年时期常常伴随着质疑。有人觉得他话少，反应慢，不够外向；有人认为他除了体能与动作感，似乎并没有太多显眼优势。但很少有人意识到，真正的专注型人格，往往在早期并不讨巧。王一博把大量时间交给练习、运动与重复，他并不急于表达自己，而是选择用行动积累。户外运动教会他的，不是赢得掌声，而是在无人注视时也要完成标准动作。这种习惯后来成为他面对娱乐圈高压环境时最重要的心理支撑。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，王一博的自律并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它源自长期的运动训练。户外运动的残酷在于，它不会因为你心情不好而降低难度。天气、环境、风险都要求参与者保持清醒与克制。王一博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了管理情绪，也学会了在极限状态下保持冷静。当身体被逼到极限时，意志才会真正浮现。正是这种经验，让他在后来高强度的舞蹈训练、拍摄任务中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稳定度。曾经的能力单一，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种误判。王一博并不是不会，而是不分散。当他决定把精力放在某一件事上时，其他声音就会被自动屏蔽。这种特质在快节奏、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。户外运动要求你在复杂环境中迅速做出判断，而不是被多余信息干扰。后来无论是舞蹈、表演还是极限运动，他都延续了这种少而精的成长路径。户外运动很多时候是孤独的，没有观众，没有掌声，只有自己与环境的对话。王一博习惯在这样的状态中反复训练，这让他逐渐形成稳定的内在秩序。他不急着证明什么，也不轻易被外界评价左右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流量与争议同时到来时，他依旧能够保持清醒，继续做该做的事。很多人好奇，王一博为何在舞台上拥有极强的身体表现力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那是长期户外运动留下的身体记忆。他的动作并非炫技，而是精准、克制、有效。每一个重心转换都带着运动员的本能判断。这种从身体出发的表达方式，让他的舞台呈现始终带着真实感，而不是刻意表演。户外运动从不鼓励鲁莽。王一博在运动中学会的是对风险的判断与尊重，这也解释了他在许多场合表现出的谨慎与边界感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冲，什么时候该停。这种判断力不只体现在运动中，也体现在他对事业节奏的把控上。王一博的安静常被误解为冷漠，但事实上，那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沉稳。在户外环境中，过度表达只会消耗体力。真正重要的是观察、判断与行动。他把这种逻辑带入生活与工作，于是你看到的是一个话不多，却始终站得很稳的人。成为公众人物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但相比许多人，王一博更早习惯了与压力共处。户外运动让他明白，压力并不会消失，只能被管理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舆论波动中，他很少做出情绪化反应，而是选择继续用作品说话。真正的自律往往不张扬。
王一博的生活节奏始终围绕训练、休息与恢复展开。他很清楚，身体状态决定一切。这种长期自律，让他在关键时刻总能保持良好的竞技与创作状态。对王一博来说，户外不仅是爱好，更是一种心理出口。当世界过于喧闹，他选择回到自然。在那里，没有标签，没有比较，只有真实的自己。这种回归，让他不断校准内新的方向。在娱乐行业，迎合往往更容易获得短期认可。但王一博选择了更难的路，坚持自我节奏，不被潮流牵着走。这种态度与他在户外运动中形成的独立判断密不可分。当情绪不稳、环境变化时，身体记忆会自动接管。王一博无数次依靠这种本能完成高难度挑战，这不是偶然，而是长期训练的结果。王一博的成长轨迹没有突然的爆点，只有持续的积累。他用时间证明，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一蹴而就。坚持、判断、克制、尊重规则，这些户外运动带来的品质已经深深嵌入他的性格之中，影响着他每一次重要决定。王一博的故事并不是被选中，而是走出来。他用行动证明，哪怕起点普通，只要方向清晰，也能抵达远方。他懂得什么时候靠近，什么时候退后。这种距离感让他在复杂环境中始终保留自我。王一博极度热爱户外运动，也正是这种热爱塑造了今天的他。从曾被低估的少年，到如今稳步前行的成熟艺人，他走的每一步都踏在真实与坚持之上。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王一博总是看起来没有下滑期？答案并不在于他运气好，而在于他的热爱已经超越兴趣，成为一种信仰式的存在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爱好是用来放松的，但对王一博而言，户外运动、身体训练、挑战极限，是一种持续自我校准的方式。每一次运动都是一次对身体与意志的重新确认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只有在不断突破舒适区的过程中，人才能真正保持清醒。正因如此，他很少陷入娱乐圈常见的空转状态。当外界评价起伏，舆论喧嚣时，他并不会被短期情绪牵着走，而是迅速回到自己的核心，训练、积累、提升。这种能力并非天生，而是长期运动带来的心理结构，目标导向，过程优先，结果自然到来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从不把成功当作终点。在王一博的认知里，成功只是当前阶段的反馈，而不是可以停下来的理由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被认可之后，依旧保持高强度自律，因为他真正热爱的是不断变强本身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王一博的人生状态，那或许是自由。但这种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，而是建立在高度自律之上的自由。很多人误以为自由意味着不被约束，可王一博恰恰相反。他通过严格管理时间、身体与情绪，换取更大的选择空间。正是这种自我掌控力，让他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判断。从少年时期被认为能力单一，到如今成为多领域稳定输出的公众人物，他用亲身经历证明，真正限制人的从来不是起点，而是否愿意为热爱付出长期代价。王一博并没有急着向世界解释自己，他选择用时间、行动和持续表现，慢慢修正所有偏见。这种安静而坚定的成长方式，在浮躁时代显得格外稀缺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不需要急着被看见，只要方向正确，脚步足够稳，终有一天，世界会主动回头看你。